刺客在哪儿？就在那边，好像是走，那边。走，快快！那些士兵真是一群傻瓜。或许是蒋浩辰有意安排的这些佣兵。女侠，有劳你了。干什么的？ 你是谁？来人呐，快来救朕！吊上皇上，你们先杀了老奴！皇上在我手上，放下兵器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大胆刺客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人杰刚刚冒犯了陛下。 请陛下恕罪。臣言本蒋浩辰参见陛下。这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您受惊了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臣等这么做，实在是为了陛下的安危。昨日，微臣和狄大人发现，宫中禁军防卫多处都有所疏忽，便去大理寺。 找到了蒋大人。禁军16位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侍卫。狄大人怎么会说我们防御不够严密，士兵疏于训练？你可否有证据？蒋大人若要证据的话，不如咱们今晚就试验一次，看看这禁军所谓的防守是否真的固若金汤。好，浩辰，我也想看看狄仁杰。 能够在哪里找到漏洞？陛下，禁军16位，却有3万守卫在城门外。若是祸起萧墙，根本无法及时赶到。况且，宫中守卫层层分级，各宫之间也缺少联络机制。如果真的遇到突发状况，消息都难分真假。蒋大人，让朕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与侍卫互换，扮成太监逃走。 朕本来以为是条妙计，没想到还是百密一疏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原来宫中守卫漏洞竟然如此之多。蒋大人，狄仁杰说的这些话，难道你就没想过？陛下，微臣护卫不力，还请陛下责罚。责罚？倘若今晚刺客不是狄仁杰， 朕早就一命呜呼了。朕决定削去你的禁军统领之职。从今日起，禁军无论大小事务，一律交由狄仁杰处理。陛下，人家不能担当此任。禁军统领乃属兵部要职，故陛下应找一个带兵经验丰富的人任职，方能服众。 陛下可以不必着急，臣有一个人可以推荐给陛下。赵宝能够官复原职，还得多谢狄大人。啊，赵大人言重了。萧朝天一眼中，赵大人不畏强权，刚正勇敢，人家早已十分钦佩了。禁军统领守护皇宫一事，责任重大，我想只有赵大人可以担当啊。哎，狄大人过奖了。赵某既然担此重任，必是一丝不敢懈怠。只是。 这皇宫光城门便有10座，宫内殿阁亭馆30-40所，加上东宫的殿阁宫院20多所，这内里回廊曲折，要想面面俱到，实在是困难，就怕百密一疏。看来我们得设计的十分巧妙才行啊！谁让天子住这么大一个地方，
真是家大难防啊！是啊，要是能有个对宫内各个环境十分熟悉的人帮忙出谋划策就好了。赵大人所言甚是。制定防御体系，要对环境非常熟悉，还要了解宫中的日常生活。任杰想到一个人，或许可以帮到我们。他在宫中生活多年，不但熟悉环境，人也极其聪明。这个王皇后真是心肠歹毒，见昭仪娘娘得宠，便三番五次加以陷害。难道皇上也不管吗？墨鱼小哥不明白，后宫关系十分复杂，与朝堂势力盘根错节，有时就是皇上也没有办法。这里曾经住着一位徐婕妤，起初甚得先帝欢心，可是后来不知怎的就被冷落了。娘娘，任杰这次和赵大人前来是有事情想请娘娘帮忙。没错，我现在负责皇宫的守卫，有些事情想跟娘娘商量。徐婕妤，昭仪，我不是齐妃。昭仪，娘娘，我不是齐妃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昭仪，娘娘，我不要成为齐妃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昭仪，昭仪，你不要成为齐妃。娘娘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像徐婕妤那样吊死，不要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皇上救救我！娘娘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昭仪，皇上救我！昭仪，娘娘，昭仪，娘娘。狄大人，武昭仪这是怎么了？狄大人，娘娘怎么样？武昭仪肝气郁结，心肾不交。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但如果长久下去，恐怕会得离梦症吧。离梦症？没错，人有七情，喜怒忧思悲恐惊。七情中任何一情过度或者不及，都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，或是肝气郁结，或是心神失常。患病的人郁郁寡欢，甚至喜怒无常，称为离梦症。怪不得朕这些日子一直觉得媚娘怪怪的。任杰，她是如何得的这病，又怎么医治的？陛下，武昭仪所在的凤琴殿，阴暗潮湿，终日不见阳光，湿气入体，便会令肾阴耗损，从而引发抑郁。此外，臣还记得宫女6月曾经跟我说过，在这凤琴殿内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，这些应该也会影响昭仪娘娘的心情吧。傻书生，你说这么多让人糊里糊涂的话干什么？总之一句话，这个凤琴殿就是一个不祥之地。皇上，您还是让武昭仪搬出来吧。可是让媚娘迁宫的主意是皇后出的，而且她说只要自己的病医好，便可立刻搬回原来的寝殿。朕现在实在不好说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朕命上宫局往凤琴殿送一些祛湿的银炭，还有提神的香料。至于媚娘被那些怪事搅得心神不安，赵统领，臣在。朕命你带禁军10人亲自守卫凤琴殿，对每一个进出凤琴殿的人都要严密监视，务必要让武昭仪安心。臣领命。武昭仪现在如此情况，看来这皇宫防御系统的设计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赵大人，凤琴殿一事，还请大人多多费心。狄大人请放心，赵宝受皇上之命，不敢有一丝懈怠。都打起精神来，不得有任何怠慢。都打起精神。是。
六月，外面为什么有那么多侍卫啊？启禀娘娘，他们是皇上派来保护娘娘的。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是不是有人要害我？这个，奴婢也不知道。一定是有人要害我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。娘娘，娘娘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。娘娘，娘娘，皇上来看您了。参见陛下。媚娘，朕来看你了。皇上，有人要害我，有人要害媚娘。媚娘莫怕，朕不是叫赵童女来保护你了吗？皇上，是谁在哭？是谁在哭？来人呐！一定是鬼在哭，快把他给我掐死！来人呐！完了完了，媚娘疯了，快传御医！是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，一定是有人要害我。皇上，臣妾特命御膳房为您熬的参汤，趁热喝了吧，可以压一压惊。那个皇后，盛气凌人。媚娘又病了。淑妃，幸亏朕的身边还有你，替朕分忧解愁。皇上，臣妾是您的奴婢，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朕是不能和皇后撕破脸的，处处都得让着她。媚娘就不应该进凤琴殿。朕去那儿看了。那里阴暗潮湿，十分简陋。朕真的亏待了媚娘啊！皇上，现在正是3月，天气回暖，皇上不如带着武昭仪出去踏青散心，说不定会对她心情恢复有所帮助呢。此提议甚好啊！淑妃，没想到你还会替媚娘着想。真是朕的贤妃啊！皇上，听闻武媚娘神志恍惚，元一道长的法术果然灵验。娘娘过奖，那妖女魅惑皇上，贫道只不过是替天行道。可朝中仍有些大臣为讨皇上欢心，站在武媚娘一边。他们都是没有背景的年轻士大夫。虽然暂时不成气候，但前途却无可限量，不可小觑。哼，本宫就不信，这个世上有人是不爱财不爱权的。哥，你在朝中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忠心是可以用财权来收买的吗？报！启禀娘娘，皇上刚刚带着武昭仪出去踏春了。这个狐妹子，想不到皇上还是惦记着她。娘娘，现在可是最好的机会。道长，这招真的管用。倘若被人发现，娘娘放心，贫道早有算计，尽可大胆使用。哼，那些朝臣现在对武媚娘趋炎附势，不过是因为皇上还喜欢她。倘若她真的被皇上厌弃，看谁还会帮她。
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抓到乾隆王。仁杰，大事不好了，小公主被人害死，皇上命令即刻赶往甘露殿。什么？小公主死了？臣严立本，狄仁杰参见陛下。你们来了。狄大人，媚娘的小公主被人杀害了。昭仪，节哀顺变。陛下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小公主怎么会被人掐死呢？赵统领，狄大人，此事说来有些蹊跷。今日昭仪娘娘与皇上出去踏春，午后王皇后来探望小公主，我一直跟在身后。赵大人为何一直跟着我？难道怕本宫害了小公主不成？皇后娘娘多心了，我只不过是奉陛下之命，严格看守凤琴殿。小公主真是可爱，让人爱不释手。赵大人忠心耿耿，恪尽职守。本宫定会禀告皇上，请皇上嘉奖赵大人。皇后娘娘过奖了，这是赵宝的本分。恭送皇后娘娘。王皇后走后，再无人进入寝殿内室。大约2个时辰后，昭仪娘娘踏春回来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小公主，怎么死了？娘娘，娘娘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伤害了媚娘的小公主？娘娘，都怪6月一时贪睡，没有去内殿照看小公主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是你杀害了媚娘的小公主！一定是你！娘娘，娘娘，刚才赵大人不是说过了吗？本宫离开时，小公主安然无恙。你凭什么说是本宫杀害小公主？本宫走后，再接触小公主的人，便是你。既然小公主死于窒息，脖颈上又有被人掐过的痕迹，依本宫所见，一定是你这个妖妇，亲手杀死女儿，嫁祸本宫。小公主是娘娘的亲生女儿，娘娘怎么会掐死她？你这个小小的贱民，这里何时轮到你说话？皇上，娘娘，吴昭仪一心想当皇后，为了要置臣妾于死地，竟然连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也不顾。
这样狠毒的女子，陛下万万不可轻饶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小公主是臣妾的亲生女儿，陛下一定要为小公主报仇啊！陛下，此事颇有蹊跷，就交给人杰来处理吧。人杰一定将真凶绳之以法。好，朕就将此事全权交由狄仁杰处理。是。媚娘，来。狄仁杰，你一定要秉公执法，不得有任何偏袒。皇后娘娘放心，不管真凶是什么身份、什么背景，人杰毫不畏惧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昭仪节哀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都是我这个做娘的不好，没有保护好她。昭仪何苦自扫呢？这凶手实在太狠毒了，连一个小婴儿都不放过。狄大人，你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，找出杀害小公主的凶手。啊，对了，皇上撤走了赵统领的禁军，是不是怀疑媚娘是凶手啊？娘娘，娘娘，皇上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我真的成了弃妃了。赵统领宫中事务繁忙，皇上才将其调改，娘娘千万不要多心呐。小公主死的冤枉，人家一定会找出真凶，让她在九泉之下安心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吴昭仪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狄大人也是来查媚娘的吗？人家并非是来查昭仪娘娘的。人家怀疑小公主并非是死于被人掐死，而这凤琴殿正好是小公主身亡的地方。人家来查凤琴殿，是希望能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。那是媚娘多心了，我以为你和他们一样，落井下石。怎么，有人欺负娘娘吗？只是这寝殿住的实在是难受。我去找皇上，皇上却不见我。后来我听见了淑妃的笑声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还有李义府，他曾经答应帮我，我去中书省找他，却也吃了闭门羹。这个李义府，
听说在朝堂上临阵倒戈，还说了不少娘娘的坏话，真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。还有，昭仪，你放心，咱们可是一起患过难的人，绝对不会像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一样的。是啊，昭仪，我家大大一定会找出真凶，还你一个清白。娘娘，赵宝说小公主当晚就睡在殿内，人杰这就去看一看。这炭炉的炭火，都是那些上宫局的人，见昭仪出了事，就拿这些冒烟的破炭来。狄大人不要见怪。那小公主死的时候，这个炭炉是否就在这里？是的，春寒陡峭，凤琴殿不见天日，我怕它冻着，我就让六月把炭炉拿得离摇篮近点儿。小公主一出生便跟着我受苦，就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。莫非大大认为小公主是被炭炉烧出来的浓烟给闷死的？我也听人说过，这烧炭炉的时候要开窗通风，若是门窗紧闭，人就会被活活闷死的。赵宝说，那天四周的窗户都是开着的，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大殿内的情形。如此说来，这凤琴殿的通风良好，小公主怎么可能因为烧炭而闷死？可验尸结果，小公主确实是窒息而亡。说也奇怪，赵将军说王皇后走后，这里没有任何人进来。若不是烧炭，小公主又是如何窒息而亡呢？会不会是那个弃妃的阴魂在作怪？这就是娘娘所说的弃妃徐婕妤。对，你们说这徐婕妤身姿曼妙，为什么不画她的正脸呢？难道说她是个丑八怪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意境。旦暮送，芳尘去，更加让人浮想联翩。你们都说错了，是因为先帝有赋予这个徐婕妤，无言以对，却又难解思念之情，才叫人做了这幅背影图。我一搬到这里，每日便被他的鬼魂缠身，一刻也不得安宁。六月说，自从徐婕妤死后，这里的所有人便连遭厄运。狄大人，你说小公主会不会是受此牵连？凤琴殿不详，宫中的人只不过是借用徐婕妤穿凿附会罢了。狄大人不可不信，奴婢跟娘娘好几次都看见了那徐婕妤的冤魂，她就吊死在那根船木上。对对，六月说的确实都是实话。温允、洪金，今晚我们就住在凤琴殿。人杰就不信了，一个寝殿竟然能带给人厄运。这里待久了，还真觉得烦闷啊，总想出来透透气。我也感觉一直觉得晕晕乎乎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凤琴殿的宫女好像都有点问题？你看那两个小的，一整天没精打采的，还有那个六月，看上去有点神经兮兮的。该不会这个寝殿里真的有什么鬼魂吧？放心，有我墨雨在，就算有鬼也不会欺负你的。谁用得着你呀？我飞鸿金是那种怕鬼的人吗？
是啊，你的怨气比女鬼还重，应该是鬼怕你吧？你。就说媚娘有急事。哎呀，皇上！我不会成为徐婕妤，我不是徐婕妤，我不是齐妃，我不是齐妃。我不要成为齐妃，我不要成为齐妃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狄大人，狄大人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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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徐婕妤又出现了？是不是？我不能成为徐婕妤，我不是齐妃。我不是齐妃，我不是齐妃，我不是徐婕妤。杀出生！我不是齐妃，昭仪，娘娘，昭仪，徐婕妤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昭仪，娘娘，昭仪，我不是，没事了，皇后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娘娘，没事了，昭仪没事了啊，没有事，我不是，娘娘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好了好了。大大，你醒了。傻书生，你可真把我们吓死了！我怎么了？难道你什么都忘了？你刚刚在凤琴殿大叫着发疯，情绪都完全失控了。我在凤琴殿发疯？嗯。我都做了什么？大大放心，你没有伤到其他的人，幸亏我和红巾及时进来，点了你的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见到了武昭仪说的那个徐婕妤。我的头昏昏的，我和红巾当时也觉得昏昏沉沉，心情莫名其妙的觉得烦躁，所以才出去巡视的。没错，我们出去透了口气，才觉得好一些。这凤琴殿，难道真的是风水有问题，还是被下了咒？下咒？我也只是胡乱猜测的，我只是看到你和武昭仪那个样子。真的跟鬼缠身没有什么两样。大大还记得我们来皇宫第一次去凤琴殿的时候，你今晚的样子就和当时的武昭仪的情况一模一样。我一直觉得武昭仪是心情抑郁，得了离梦症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好像没那么简单。这世上根本没有鬼，也没有咒术。这凤琴殿一定另有隐情。这凤琴殿虽然环境不好，阴暗潮湿。但是，也不至于使人抑郁到如此发疯的地步。何况你只是在里面待了3、4个时辰吧，又不像武昭仪那样长期住在里面。难道是中毒？什么毒能让人产生幻觉？这毒又是怎么下的？
娘娘，我好像听见了婴儿的哭声啊！娘娘，这是小公主的哭声。她在哪里？她在哪里？快走！快走！救命啊！鬼门关，我到了鬼门关。小黄，小黄，鬼啊！大胆罪妇，进到阎罗殿，见到阎王爷还不下跪？这是阎罗殿，那我岂不是已经死了？你当然已经死了，但你死前的罪孽还要偿还。你可知道18层地狱的厉害？不要，我不要去18层地狱！大王饶命啊！我是大唐皇后，皇后啊！你罪孽深重，实无可恕。不过本王念你身份尊贵，如果你真心悔过，还可以从轻处置；否则，先入铡刀，再下油锅。本王问你，小公主可是被你杀害？来人呐，铡刀伺候！不要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小公主是我杀的。是我，赵元一道长做法，想害武昭仪。可是让武昭仪前功，是元一的主意。武昭仪连生一儿一女，独占皇上恩宠，我实在无法容忍。所以你便亲手掐死了小公主？不，我没有掐死小公主，是元一道长给了我一瓶下了咒的符水，让我涂在小公主的脖颈上。小公主是被元一道长咒死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大胆！你心肠歹毒，连个小小的婴儿都不放过，还说不关你的事？拖下去斩！不要！邵书生，他晕倒了。朕的女儿真的是皇后杀的，朕要废了她！不，朕要杀了她！陛下，凶手不是王皇后。皇后刚刚不是已经招供了，说是她用厌胜之术害死的小公主吗？厌胜之术只不过是世人的迷信，根本不可能杀死人。就像这阎罗殿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。陛下，人间怀疑此事另有隐情。大大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墨雨，这个元一道长，我们认识。季玄瑜一案时，我们曾被赶出皇宫，当时避难的紫霞观就是元一道长所在的道观。元一道长为人善良，根本不可能帮着王皇后做这种事情。红巾，你先送王皇后回宫。墨雨，我们去紫霞观。不行，红巾这样回去太危险了。万一王皇后想起刚刚的事情，一定会怀疑红巾的。不，我要是不回去，王皇后更会怀疑。到时候不仅打草惊蛇，还会连累把我送过去的许大人。可是让王皇后不起疑心也是有办法的。陛下，可能又要麻烦你帮一个忙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终于醒了，真是急死奴婢了。慢点儿。
皇后，你刚刚在花园晕倒，小红急着到处找人，幸亏朕路过遇到，才命人将你送了回来。怎么样？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臣妾没事，多谢陛下关心。都是奴婢不好，是奴婢非拉娘娘去花园散心，还请娘娘责罚。你伺候皇后疏忽大意，朕本来应该将你杖毙，但念你护主心切，皇后又并无大碍。来人呢？在。将小红逐出宫去。是。谢陛下。看来刚刚的一切不过是晕倒后脑中的错觉，否则皇上不会不查问我。既然皇后无事，朕也就放心了。朕先回去了，你一个人好好休息吧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找谁啊？道长，元一道长在里面吗？我师傅3日前出去云游了。什么？陛下，太好了，你终于没事了。还得多谢陛下，既稳住了王皇后的心，也让我脱了险。墨雨，多谢陛下。平身。这还都得归功于你家主人足智多谋，是他给朕出的主意。陛下，过奖了。人家刚刚和墨雨去了紫霞观，元一道长已经不在了。狄仁杰，皇后真的不是凶手。陛下，人家在私底下去查验了小公主的尸身，发现小公主的颈部红色痕迹依旧明显，并无任何褪去的迹象，便怀疑小公主并非是被人掐死的。刚刚我又听王皇后说，她将符水涂抹在小公主的脖颈，人家怀疑这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药水，涂抹在脖颈之后，过一段时间会产生红色的痕迹，仅此而已。所以王皇后走后，赵宝才会看到小公主还活着。正是，符水留下来的痕迹很可能是假象，用来诬陷武昭仪的。那朕的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大理寺的查验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小公主是死于窒息，只是用了什么方法，人家还不清楚。如此看来，王皇后很可能是被利用的。她虽然有杀小公主之心，但并无杀小公主之实。此案是暗中之案。陛下，请你给人杰更多的时间，人杰定尽全力查办此案。对了，皇后为何会与媚娘一样神志不清？是我让红巾将凤琴殿内的草菇收了起来，碾碎之后放在了王皇后的点心里面，每次只放一点点。草菇并没有什么毒性，只是接触久了会让人产生精神异常，所以检查不出来。陛下，傻书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朕对不住媚娘，是朕害了她。朕真想去看看她。陛下，现在敌暗我明，陛下这样去见昭仪，被发现，恐怕会引起猜疑的。但是朕实在是惦记她。陛下，人杰有一个办法。陛下，陛下，媚娘，你瘦了。媚娘还以为陛下已经把媚娘给忘了呢。媚娘，
朕愧对于你啊，你不会怪朕吧？媚娘，明日早朝，朕就还你清白。可是陛下，现在真凶尚未查出，媚娘何来清白？但是，皇后已经供认了，就算他不是真凶，起码可以证明你是被人陷害的。陛下错了，在朝臣看来，皇后若不是真凶，那么最大的嫌疑人便是媚娘了。这，现在有人利用皇后，借刀杀人，行一石二鸟之计。陛下只有查出真凶，才能说服朝臣。媚娘，既然如此，朕让你先搬出凤琴殿，换一个好点的寝殿。朕不能再看你受苦了。媚娘在凤琴殿虽然苦不堪言，确实想早一点搬出，但是现在万万不可。为何呀？那样就等于告诉真凶，我们已经发现了凤琴殿的秘密，这样不利于狄大人查案。这也不可，那也不可。朕愧对于你啊！朕看你受苦，就于心不忍。媚娘，你能不能告诉朕，朕可以为你做点什么？忍，和媚娘一起忍，这是现在陛下唯一能为媚娘做的事。在朝堂之上忍，在宫中忍，和以前一样，不见媚娘，直到狄大人查出真凶，还媚娘清白。媚娘，你今日所受的苦，朕将来一定10倍、100倍的偿还给你。狄大人，谢谢你。人杰不是说过吗？会尽全力护昭仪周全的。陛下心思单纯，恐怕会意气用事，还请狄大人多加提醒。昭仪放心吧，就让人杰送昭仪回去吧。陛下，臣听闻昨夜皇后娘娘晕倒，想来是为小公主的案子烦心。臣恳请陛下速速治武昭仪的罪，以令皇后安心呢。陛下，既然赵大人都已经作证，小公主并非皇后所杀，那凶手必是武昭仪无疑。狄大人继续查办此案根本毫无意义。李义府，你未免太武断了。要定昭仪的罪，必须要有真凭实据才行。我记得你以前口口声声说武昭仪贤良淑德，你现在反口咬定是武昭仪杀了小公主，如此前后矛盾，你是何用心？你，严大人，李大人不过是据实讲话。以前或许是被武昭仪的假象给蒙蔽了，嘿，就连本官也都一样。许大人，你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许大人明智啊！你们不要再说了。忍，跟媚娘一起忍耐，这是现在陛下唯一能为媚娘做的事情。皇后抱恙，朕会常去探望。
狄仁杰若久久不能破案，朕自会有所处断的。报！陛下，陈硕真在睦州带领当地农民造反，自称文家皇帝，趁夜袭占桐庐，现已攻克睦州。皇上，陛下，皇上，您怎么了？皇上，皇上，陛下。皇上的身体如何？回大人，陛下只是焦虑过度，微臣稍微给陛下开几副安神的药。陛下需要安心静养，切莫过度操劳。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普王殿下从来不参与政事，为何此次会与长孙无忌作对，推举崔义炫出征？当时我也觉得诧异，不过普王殿下的话说得十分有道理，让我是不得不叹服。其实这样也好，可以挫一挫长孙无忌的气焰，也对你们调查小公主的案子有些好处。对了，严大人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哦，什么事？什么？你们竟然夜半阎王和小鬼儿审问王皇后？是啊，你没看到王皇后吓怕的样子，这一股脑把什么都给招了。她做贼心虚，当然害怕了。唉，没想到堂堂皇后居然会给傻书生下跪。你们，我说你们啊，不过也好。俗话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也只有你狄仁杰敢做这样的事情。哎，那为什么不把王皇后当场拿下呀？严大人，你相不相信这下咒可以杀死人？这我也说不好。不过这个案子的确也太奇怪了。从王皇后离开到武昭仪回来，这中间并没有第三个人接触过小公主。难道凶手能够不出现就可以杀人？第三个人，第三个人，凤琴殿内还有第三个人。我不是气妃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我不是气妃。昭仪，娘娘，我不是气妃。你怎么了？皇上救我！小公主是娘娘的亲生女儿，娘娘怎么会掐死她？你个小小的贱婢，这里何时轮到你说话？宫中的人只不过是借用徐婕妤穿凿附会罢了。奴婢跟娘娘好几次都看见那徐婕妤的冤魂，她就吊死在那根船木上。凤琴殿内的确有第三个人在。六月，你是说昭仪的贴身婢女六月？没错，就是她。为什么？凤琴殿之谜未解之时，她和昭仪娘娘一样，疯疯癫癫、疑神疑鬼的。哼，正因如此，她的嫌疑才是最大的。其他的宫女顶多就是精神异常，而她最为严重。但却又没有武昭仪那般可以产生幻觉，所以你就怀疑她？最重要的不是这一点。红巾，你是如何引导王皇后产生幻觉的？我就跟她讲一些与小公主相关的事情，还跟她说我听见小公主的哭声，她就会非常害怕，好像见到小公主的鬼魂一样，吓得不得了。红巾，六月做的事情跟你是一模一样的。六月一直不停地在给我们讲徐婕妤的故事，特别是武昭仪。武昭仪因为皇上的疏远，已经非常难过了，加上又中了军毒，听到六月的话后，会显得更加恐慌，以至于产生了幻觉。之前仁杰到凤琴殿勘察，也是中了六月的魔咒。仁杰，你说这个六月，她会不会是王皇后的人？
让武昭仪迁至凤琴殿，是元一道长的主意。王皇后一直相信元一的法术高强，她一直以为是元一的法术使武昭仪的精神出现了问题。可见王皇后根本不知道这凤琴殿的真相，但六月知道，所以她才会不停地给我们讲徐婕妤的故事。这么说，六月是真正幕后凶手的帮凶？六月一直是武媚娘的贴身侍婢，她也负责照顾小公主。可为什么在小公主出事当晚，她却睡过了头？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伤害了媚娘的小公主？娘娘，多亏六月一时贪睡，没有去内殿照看小公主。偏偏在这个时候睡过头，的确有点奇怪。马上去凤琴殿，捉拿六月。六月，你是说我的贴身婢女是杀死小公主的帮凶？极有这个可能。不可能！自打我一入宫，就是六月在服侍我，我待她不薄，她为什么要害我？昭仪，你先别着急，也许她是迫不得已的。没错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六月叫过来问一问。我让她去花园采玫瑰花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六月她被人杀死了。你发现六月的时候，有没有见到其他人？没有，奴才路过时就发现六月姑娘的尸体。大大，为何六月死前要抓住这支玫瑰不放？凶手杀人灭口，也许六月想通过这支玫瑰，让我们知道凶手是谁。不，可是娘娘亲自让六月来采的这些玫瑰。是。玫瑰花，指向凶手的线索。长孙大人，既然是武昭仪让六月去花园采摘玫瑰花，而六月又紧抓玫瑰花不放，岂不是暗示杀死自己的就是武昭仪？大大，刚刚在花园当着冯昭的面，墨雨未敢多言。其实那玫瑰花在任何人看来，怕都是指向武昭仪的。我也正有此担心。凶手不可能是武昭仪。凶手一方面为了杀人灭口，另一方面，很可能是为了制造一系列对武昭仪不利的言论。武昭仪没有那么傻，让六月去花园摘花，又让六月死在花园，这不符合常理。那么长孙大人认为，是有人在陷害武昭仪。六月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他若连六月都杀，那便是武昭仪一定做了什么事，让六月知道了。哼，这也正是凶手要引导人们做出的结论。能这样陷害武昭仪的，恐怕只有皇后了。皇后果然恶毒啊！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必须保住皇后。陈硕真在南方起事已经威胁到我们，陇西的势力正在逐渐瓦解。皇后与我们同气连枝，绝对不能让皇后受到任何危险。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这样，妹妹，妹妹，我求求你娘娘，你别这样，这样啊，妹妹，我求求你娘娘，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哎呀，娘娘，您这是干嘛？你这是何苦呢？
舅父，哥，陛下心中只有武媚娘，早晚会把本宫给废了。与其到时候受人侮辱，不如现在自行了断。妹妹，娘娘又没犯错，怎么可能会被废呢？娘娘既然把老臣认作舅父，那你就要跟老臣实话实说，小公主是不是娘娘所杀？娘娘莫怕，娘娘是同安长公主的孙女，也是先帝亲自为陛下选中的皇后。先帝临终前把你和陛下交给老臣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老臣都要保你。是啊，妹妹，长孙大人不是外人，你就实话实说了吧。舅父，小公主乃是本宫召紫霞观元义道长下诏所杀。元义道长说，这样可以嫁祸给武媚娘，那个妖妇必死无疑。陛下喜欢武媚娘，她又连生一儿一女，势头比当时的淑妃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本宫也是出于无奈，才行此下策。老夫早就料到了。其实老夫早就想杀死武媚娘了，但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。你真是糊涂啊！舅父，哥，本宫昨晚晕倒，被恶鬼带到鬼门关，还看见那阎王爷，本宫把一切都招了。你们说，本宫会不会下18层地狱呀？可恶，这一定又是狄仁杰下的圈套。圈套。难道本宫中计了？舅父，你一定要救救本宫，否则本宫只有一死了。长孙大人，恐怕皇上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咱们怎么办？皇后生病胡言乱语，算不得正确。王大人，你速到中书省，找楚大人、李大人、许大人，还有张大人，就说老夫有要事相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